王者做事，我操！深真那份将拯救他人置于个人悲伤与复仇之上的觉悟，以及总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的行动力，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假面骑士精神啊！但是在某些人眼中，就是令和对人血的男子。不说的。哦，关键道具啊。それとコメル君を粛清したのもクロッタだったみたい。そうか、ラキアのやつを。クロッタを探してる。哦哟，我操，平地摔，应该是绊到树根了，绊到某人的骨灰了。本来。どうして俺は？お前は大丈夫なのか？本当かよ。你怎么能没事呢？啊！不知道的以为丹特的孙女是信果，是信果的叔公，是拉基亚的叔公，是半斗的叔公，反正不是生真的叔公，好吧？是格洛塔叔公。我来做布丁巴菲吧，好吧？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哎呦！经典砍家里。哦，毒素啊！我觉得万代可能会出这个周边，真变态吧？这个真能出水浒牌香水。好嘞。幸子さん、一緒にプリンアラモード食べよう。ごめん、今うち無理。やっぱそれどころじゃ。俺は今食べたい。っていうか、今食べるのがいいと思う。天手おじさんと一緒に。天手おじさんすっごく楽しみに。看这个台词，成熟了，孩子长天手大了おじさんと一緒に食べる。我也觉得应该是从成熟的那个角度去出发更好一点。成长了，是啊。いただきます。吃席吃席。美味しい。いろんな美味しいものが合わさってどこを食べても美味しい。其实我觉得，如果深圳还能流2滴泪的话，也挺好的。就是你吃的时候感动到哭，是不是？你们看后面嘛，他和拉齐亚的那一趴，注意去看深圳的眼睛。可以。叔公不被大姐杀的自己也快死了。没有这种，其实是有硬撑的自己。是啊。哦。哎呦。这个滤镜，当街抓人，害怕。よかった、見つけた。待って、お腹空いてるだろ。石持ってきたから食べなよ。なんでお前は冷静なんだ。お前の王子をやられたんだぞ。悲しくないのか、悲しくないのか。悲しいよ。ああ。看到了吧？哦，眼睛是湿的，但没有眼泪流下来，这种是最难搞的。对啊，这里微表情啊什么的拍的很好啊，不能流这个眼泪，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对对对。見てほしいものがあるんだ。天手おじさんからのメッセージ。最後にラキア頼まれた中和剤はたった今なんとか完成したぜ。信じられる。这次深圳拉基亚的塑造也很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集是能比得上蛋糕王那一集的。是啊。さ、ストマック社との戦いがうちが思ってた以上にやばいことだって初めて。三人组其实已经承受了很多了，这一次让信果也感受一下这样的压力，然后让信果也有一个成长。对，没错。这他妈是什么？是抹布吧？这是。馬匠いないから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よ。哦，现场模擬。すぐ行く。デンテの敵討ちはいいのか。今すぐ助け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いるから。让他自己学嘛，都死了，都死了。とってデンテは不幸の元凶の一人だった。怒りや恨みもあ的确是的，深圳第一次见到树公的时候也是很生气的。对呀。戦ってるのは犠牲者を増やしたくないからだ。俺が今戦ってるのはコメルはどうして死んだと思う。人間をさらうのをやめようとしたんじゃないかな。就算复仇成功了，弟弟也回不来了，所以我应该让这种悲剧不再发生。对对对。哇。这一段，哎。もう鍵つけたの。鼻が利くこと。ごちそうが足りない。みんな。来喽！哇！哎，我操，惊世智慧，不对吧？哇！哇，好 H 啊！哦，溜了溜了。哇！哦，哎呀！それもお前が。
絶対こいつを倒すぞ。反弹反弹，这个机制很强啊，借力打力啊！但是你只要一直攻击他，他就炸了，对不对？应该是有容量上限的。哦，終は終わりだ。俺はコメルにデンテに託されたんだ。これ以上犠牲者増やさない。对哦，我想看就是这个啊。哦，对，也确实是需要 Lucky 说出了这么一番话，这个宝藏才生了出来，对不对？是啊，我想起来一个很变态的，做玩具只涂了正面，背面全偷。这个。对，没错。哦，这个拉上来好啊。哦，好帅。提拉梅西了吧？我是 Lucky 啊！我要笑啦！我以前只是没素质，素质跟上了，你以为我真打不过？哇！哈哈哈！哎，哦，6，因为之前也是觉得他那么棍用不上，是不是？太快了。是啊，玩个梗挺好的。对对。出手变那个了，出手基础化，然后变成盾牌，合理。这我是那个战斗曲哦 ，3K 哦。对，已经听1个礼拜了，太爽了。哇，真危险啊！我靠，他就要尽可能给你整些活出来嘛，对不对？可以啊。哦，哇，王者做事，我操！来，蛋糕王来了，蛋糕王来了。可以用薯片，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单特殊攻很强，拿着薯片。对，可以。哦，你看嘛，买了。哦。格罗塔无了。是了。哎，你看那个宝藏没有用啊！我说不会用啊，怎么会用呢？気になる。見せてあげる。哎呀！那么这里我是真的很意外，以为哥哥能再藏一下子，没想到这么快。对，再藏集数也不够了，估计也就8集了吧？还有10集，有50集吗？有。难过你少，哇，下雨了。这个下雨很妙。黒ずくめの男関係あるかも。正体見せやがれ。この後は何を企んでるんだ？何か分かったんだ？来了，妈妈那条线终于要收了。又要爱巧 TV 了。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殊受众了。叔叔阿叔你的点赞支持，这是我前进的动力，爱你们。下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正在寻找深圳母亲家人的半斗来到了一家零食店哈，正当他回想着自己在哪听过这家店铺的名字时，店主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与此同时，街上开始频繁出现行为诡异的人群。根据这些人附近总有一个穿黑衣的可疑男子的线索，深圳等人展开了搜查。他们终于发现了那名男子。在被深圳和拉提亚追赶的过程中，男子的真实身份被半斗揭露，而这背后竟隐藏着果卡总统的庞大计划。下周剧情相关的提问是：果卡总统为了大量生产黑暗零食而想出的作战计划是什么？控人呗？那如果这样子理解，现在这疑问这是催眠了还是？不是，我觉得还得结合上上集大总统不是要尼耶卢布研究拉提亚的毒素吗？有没有可能这个操控别人的能力是这个毒素的进阶版？让他们改变人的思想，把人的当畜生一样养。可持续发展。对，我觉得如果是大总统的计划，肯定不只是通过毒素让人变得性好，一次性收割。你的格局要大一点啊！用毒药控制人类，把人类做成黑暗零食，用黑暗零食控制国民。对，那有可能真的是要搞畜牧了，但是你真要说养殖，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不应该放在 TV。或者可不可以这样，通过毒素操控人的思维就行了，然后定期让人类献祭一部分出来做成黑暗零食，这样也是能可持续发展的嘛。而且如果真的能够控制所有人的思维，那定期的大量人口失踪也不会引发恐慌了嘛。确实。是呀，拜托，助攻做的综合技都还没有说明是在哪里用的呢？解决这个事情用的。会不会是这样子？这瓶东西就那么一小瓶，用完就没了。速攻现在也没了，也没法再造。那综合技有没有可能是造出来给拉提亚服用的呢？曾经用来害人的能力，如今成了解救他人的能力，而且也能让拉提亚完成对自己过往犯下的事件的赎罪，这样不也挺妙吗？对。我顺便把官网有用的内容概括一下，就是说布丁巴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哈，叫做 Pulinde， 那个碟呢取自 Dende 嘛。然后 Pulinde 平时说
说话会带有假拿鲁之类的口癖哈，也是沿袭了叔公的口吻嘛，变相也是体现出了生真对叔公的思念之情的感觉。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哈。OK。然后这一集的副标题不是那个追忆的巴菲嘛？追忆呢，官网的说法译为追念、缅怀过去的事情。这一集它是深刻展现了角色们对逝者的思念，正如生真等人回忆已故的丹特、拉提亚对 Cormid 的执念、果勒塔对烂果的牵挂等，每个人都在背负着对死去之人的情感继续战斗。这一主题贯彻全篇。我刚刚念到了各种对故人的思念也好啊，牵挂也好，混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么一集。至少在我看来，我很喜欢，尤其是真真跟拉提亚扯完那些东西之后，拉提亚从复仇者到假面骑士蜕变的那个过程，我刚刚看到那段的时候，其实也起鸡皮疙瘩了。但是我不理解叔公的留言，他们为什么要剪呢？那这样子吧，我顺便再念完官网是怎么说的吧。其实这条讯息呢，香川老师原本为拉提亚之外的其他角色也准备了对应的台词，但由于剧情安排的原因，最终并未在正片中采用。传说中丹特留下了完整版讯息，真让人在意啊！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听到它，但是这个有一天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新版Smartphone发售的那个时候了。虽然万代这波操作有点抽象，但这集的故事过程上也确实不适合带塞叔公对其余三人的遗言了。这部分在后半段讨论将会再次涉及。这次视频也有点长，想听听看小团体想法的话，就请坚持看完吧。当然，能给点正面反馈支持下我们就更好了。我再要回去啊，就是下集的那个副标题叫做巧阳一镜的眼镜哈，其实跟半斗相关的那些男人都是眼镜男哦，对，他既指的是米野鲁布，也指的是酸鹤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装傻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看到还有很多日本网友在说，该不会是酸鹤吧？不过估计那些人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到剧透的关系，这个情报早就已经泄露了。还没死都知道他要复活。对啊，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情报保密工作做好一点。但是今年一点都没有戏哦。CCC 不是已经有很多情报了吗？没有那种偷拍的吧？哦，确实。哎，他都已经画出来了呀。哎，不是，你们知道吗？我当时以为是五部加高桥，我会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但是我一听说制片人是臭氧，就我的瞬间觉得，感觉不对劲。怪怪的，有股味儿，你知道吧？有股味儿。主要是我之前看了他访谈扯那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对啊，他扯那些东西，我对他印象挺扣分的。各位应该也知道吧？嘎乔朵最早他想搞成阿基头2，我就觉得啊，他当时在 C 把当辅助制片人的时候，我看他写官网小作文的时候，好像有点东西哦，但结果叫他自己动手搞一部出来的时候，又感觉怎么回事？怪怪的。反而如果是5部的话，我觉得你要整个弟子第2季我也没所谓啊，因为我个人觉得他5部今年透过嘎布已经证明了自己了。我很早已经跟各位说了，嘎布的这个收尾虽然有点赶，但是该收的线都是会回收，也不会出现什么莫名其妙黑化他们拿把武士刀砍人的那种情况。我们知道怎么你了，怎么你了？我觉得高桥5部都有活的，希望他们两个多磨合磨合。对，下一年的构成应该是这样子的，制片人就是臭羊佑嘛，副制片人是龙岛蓝美，副导演呢？听说是上村为什么现在高桥每3年来一次啊？因为3年之约。不是，主要是臭羊佑刚进东京就入了 JO1 的组，他跟高桥也很熟的，这才拉拢他过来的嘛。我觉得臭羊佑但凡有一点点资历的编剧，他都压不住。对，确实。不过现在有5部啊，也是该让这帮年轻人多点磨练了，就希望臭羊佑今年能透过这些再证明自己咯。先质疑再质疑，先质疑再相信。OK。酸鹤那条线我也不知道要讲多久，主要是我不知道他纯粹把它当工具，还是说要把他之前那些伏笔给稍微收一收。哦，对，酸鹤还有好多伏笔，还有个 K 呀。但我觉得最好就不用收了，因为前朝他在副音轨已经把半斗跟他自身的那个秘密稍微提到了，所以从剧透的角度来说呢，那个部分是不会在剧里面公开了，他才会讲出来这样子，纯粹把它当工具人去处理就好。就可能说你把人命当什么了，从这些角度去扯半斗跟耶鲁布那条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忘提的就是用来复活酸鹤的沙特人尸体，常规打法应该就是妈梗无误了。我也希望别搞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拿叔公的尸体来整之类的，那就有点地狱了哈。本周排行前30位跟特色相关的词条，第30名杀人凶手哈，恶魔熊熊；第29名滚轮达 GT 是红影者里面的罗伯哈。其实这集会把它拎出来是有点典故在里面的，因为这个罗伯发售后曾造成过多起儿童手指被夹事故。我是其中一个。这样子 OK。现身说法，腿部的那个缝隙设计缺陷导致的，当时发售了3天后，至少出现了14名儿童受伤的事件，累计收到了85起投诉。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集要把它当成了一个凶器了吧？因为这个真实造成过伤亡，不是没有伤亡，造成过流血事件的原型凶器。战绩可查。第28名 Handy。
借此我想聊一下节目组在给叔公发完刀以后，马上就透过韩里去扯到深圳妈妈亲人的线索了。故事过程上挺丝滑的，丝滑，死了一个给你补一个嘛。你不能这样子讲，这是一种补偿机制吗？别。第27名阿乙就是被捅那个杂兵啊。第26名斯托马克加，这个词条会上榜呢，主要是因为剧场版预告里面你们看过也知道了嘛。我操，早上看到这个图，我以为是 P 的，你知道吗？这个剧场版的性质就是拿到托的忍者之路，斯托马克家族就对标忍者之路里的小组织嘛。这个词条里面的网友主要在吐槽啊，格罗塔扛着根原木登场了。因为你们想啊，拿着镰刀出场平平无奇，扛着根原木话题度直接拉爆了，对不对？然后大姐扛着原木的灵感来源可能是阿洛斯瓦辛格的电影《突击队员》哈。其实那个是树桩蛋糕。第25名 No One， 第24名黑色大兽神。有条推文我觉得很搞笑，我给各位念一下，为什么黑色大兽神会突然再度登场，还用炎神王、牙废王、真剑王的力量发动攻击啊？各位谜题都解开了吗？才不是啊，这才是最大的谜团好吗？虽然本质上就是为了带货嘛，对不对？大人的事情。我觉得他这样子乱拼之后，反而凸显出 DS 罗伯宇宙系列的优势了嘛。不得不说，我确实想买，太神经病了这系列。第21名 Lucky 啊，第19名 Sachika 桑，第17名 Dende Oji 桑，第16名宝藏，第14名 Fire Candle sama，第12名普丁阿拉莫斗。顺着这个词条，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为什么普丁阿拉莫斗的专武会是个盾牌？想保护，对，就象征着保护嘛。因为你想，布兰姆过往的武器都是什么？电锯、镰刀、弓箭，这些武器就给人一种复仇的印象。但是盾牌的狙击者为了保护他人而战嘛，象征着起初被复仇心驱使的 Lucky 啊，已然蜕变为正义的假面骑士的感觉。第9名格罗塔内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后面那段剧情。其实格罗塔他是以为他看到的兰果是弥留之际的幻想。在看这集以前，我本以为第36集那一面就是两兄妹的永别了，结果还是让格罗塔临死前再见了兰果一面，也算是创作者们对格罗塔的温柔嘛。即便格罗塔只是把眼前的兰果当成了临死前的幻想，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误会，他才明白了自己其实很寂寞。我快死了，居然会幻想出哥哥在我身边。你不说我都没理解结尾的安排。而且这个事情在兰果眼中又是另外一副光景了。他可能之前都觉得，这就是命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当条上家犬吧。结果格罗塔的死亡又激起了他重振斯托马克斯的决心，为他后续绝境翻盘做好心理层面的铺垫。所以结尾承上启下这一块的安排太绝了，真的。我觉得他就是想重振的，就是没想到格罗塔也死了。他可能一开始有点算计的成分。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啊。真打不过，只不过逃了。对，可能就将计就计嘛。不过后续剧里面应该是不会补完这部分的了。当然，我觉得无论是怎样的展开都会挺有趣的，就任凭各位想象吧。还有就是给格罗塔安家人侠这个标签。对，我上期在录制和剪辑的时候，其实没太关注到这部分，所以我没提。这里顺便给各位补充一下吧。首先，各位得先明确一点，格罗塔和克罗头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家人侠。至少在剧里面的表现来看啊，他是害怕寂寞，所以需要家人陪伴在身旁。这和他爱着自己的家人的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就格罗塔不是说对自己的家人没有感情，只不过他更多是为了自己，所以西塔死了之后他也没去做什么。可兰果的死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哥是顶梁柱，然后二哥还处处隐瞒，继母为了复仇又害死了大哥，他所依赖的家庭体系已经崩坏了，那他还不炸吗？炸了之后他干嘛了呢？就各种施暴嘛，想通过自身强大的力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关键是在他死之前，他一直在否定自己寂寞这件事情。对，人在快死的时候才会看清自己。包括上集打斗过程中，他也是通过暴力的宣泄在否定这点。收集压缩人之后，他又提起了这个事情。这集打斗占上风之后，他还在想，但是他会那么在意，会这么想去否定，不正是因为他就是寂寞了吗？对啊，所以他在临死前才会对着自己眼中的幻影坦言，自己果然就是个害怕寂寞的人。如果你不寂寞的话，你应该是不管了，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了，而不是他妈一直放在嘴边。对啊，你如果真的是不寂寞，你问一下你家那条柱子为什么断了？之前还有一些人觉得反派那边塑造不够，但是我觉得格罗塔其实是一个塑造少，但是有塑造到具体的形象。对。上周其实还有个对比组了，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 get 到哈，就是红色户口是被斯托马克家抛弃的家人，但他的身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撑着他。而格罗塔明明一开始有那么多的家人，最后却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了。因此，叔公说完那番话之后，他才颠倒要把镰刀挥向了自己的家人。为什么那些人都去支持他呢？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我呢？那你为什么不找到自己的问题呢？他就一直在让我问你，这对吗？那我问你，当然，在我看来，其实斯托马克家族每一号人都受到的挺丰满的，可能死的比较早那位稍微少一点嘛。双子其实差不多都一个屌样啊！你要想他临死之前还把某个人推出去了，让他苟活。反正我是希望继父
能够一直活着，死了太便宜他了，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也是打破了某些观众对于香村纯子的刻板印象，是不是？反派必须死，真的没有这种说法的。或者就是说把超唐人街的入口给封了，以后就是由丽姐鲁来照顾疯掉的继母的生活起居，这样。玩这个玩到死，我操！玩坏了，彻底坏了吗？坏掉的继父就是他最喜欢的玩偶，对不对？你别说玩坏了，他可能更高兴。是啊。第7名修马，我先把前3位补完，再要回去深圳相关的一些点吧，好吧？前3名需要猜一下吗？你们先猜第1名是谁吧，好吧？剧场版的 Number One， 烂果啊，纳尼？结尾登场不到1分钟，直接热搜第1，这就是含金量，这才是他妈真正的嘎补人气王，知道吗？香村纯子不会塑造反派，请问谁说的？等狼哥回来就要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几条野狗相当嚣张。第2名是卡米拉的嘎补啊，第3名还是好受者。然后我们要回去生成那个问题，各位先听我念完以下这几条推文。明明失去至亲的丹特叔公，本该比谁都痛苦的生真，却表现得比谁都开朗，这份强撑的乐观反而更让人揪心啊！毕竟要是永远沉浸在悲伤里，丹特叔公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吧？这种集体向上的态度，大早上就让人鼻子发酸了呢。生真明明自己失去了亲人，心里比谁都痛苦，却还一心惦记着伙伴 Lucky 想要成为他的力量。看到这样的他，不禁让人感到，他不仅实力变强了，内心也变得更加坚韧了。我继续念啊，生真对萧晨的信果说：“来吃布丁巴菲吧。”这句话里蕴含的正是信果一直以来给予他的爱呀。生真不过是在回馈信果曾让他感受到的温暖，将得到的爱返还回去，这本该是最基本的爱的形式，却在斯托马克家族中未能实现。结尾还给我伤感一下是吧？生真那份将拯救他人置于个人悲伤与复仇之上的觉悟，以及总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的行动力，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假面骑士精神啊！但是在某些人眼中就是冷血无情的男主，为什么生真还有心情去做什么布丁巴菲？哎呀，没有心，狡猾的人类小鬼，对，狡猾的人类小鬼，封不住了。他们可能要看上来就先给丹特盖个灵堂，像火烛那样插一把香啊！对对对，本来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找的。对，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明明4颗糖，某些人吃完硬说是屎，那你就当自己在吃屎吧，我只能说这话。最后2条，生真真的变得好强了呀！当然，身体能力方面，他原本就强得离谱。相反，信果别说变身了，作为普通女性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但在精神层面，曾经每次身份暴露就会逃离的生真，从信果那里得到了许多，如今反而能够成为鼓励他的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如果生真没有做到这一步，而是在那里哭爹喊娘、砸桌子，这个才是塑造倒退吧。说实话啊，这一集我感觉能再给多几个他眼睛红红的镜头，或者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反应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他们觉得如果再多一点又太煽情了，所以他就会呈现出来，没有说要泪目什么的。可能他们吃巴菲的时候也有考虑过要不要让银河哭出来，边哭边笑去吃嘛，但是后面这个方案作废了。感觉那样子的话说的会更顺一点。主要是我觉得哈，如果生真前面必须要这样子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的话，到了他去找 Lucky 然后 Lucky 自己醒悟那段故事中间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设置起伏了？我脑测了一下，观感而言是会不太对位的。对，再者这集要把高光给到 Lucky 生真如果太抢戏的话，是不是又有点主次颠倒了呢？只能说20多分钟里面难做到每方面都兼顾吧。对对对，如果最后面2头无的案喷的人不是更多吗？最后一条念完吧，好吧。生真在痛苦的快要崩溃的时候，反而通过关心身边所爱之人来给自己力量，勉强支撑着站稳脚步，这种维系自我的方式，感觉实在扭曲得令人心疼。汉迪想必也明白这点，才会对说着我没事的生真不再深究，任由他以自己的方式坚持下去吧。然后我个人觉得这集虽然没有直白的去描写生真的内心，但是其实生真的内心已经透过 Lucky 透过半斗，通过信果给描绘完全了。他没有讲生真，但处处都在讲生真。整集看下来，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很高明的。而且就像前面那条推文说的，生真越是压抑了自己，我就越是揪心。相较而言，我反倒更希望生真能宣泄出来，痛快的哭一场之类的。生真他可能因为之前情绪低落导致宝藏产生不了，那件事情过后就意识到不管出现什么事情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不然宝藏一旦不产生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更让人心疼了，我操。所以他这几部这样子处理的话也有点吃设定的感觉了。确实，这里也是顺便给各位说一下，香村过往作品的访谈里面，其他 staff 对他的评价都是他很讲究设定，就到了设定冲突的话，剧本就没办法写下去的程度。总之就是生真为了救助更多的人，无论发生什么有什么情绪，他都必须振作起来。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我真的打心底里佩服他。对，而且凸显出了生真自难产事件以来的成长嘛。再说个很悲伤的事情，能给难产的生真接生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
哇！反正呢，这集的情感表达上，在我看来是不输14集，不输28集，也不输36集了。主要是这集还要兼顾到这么多人。你想想，我刚刚说那几集也没那么大阵仗吧？然后和第36集那种直接让我哭出来的感觉不同，这集的后劲可能会更足一点，就是你思考过后可能会流下眼泪。对 ，Lucky 那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很戳我了，但在此之上，深圳的部分，如果你有看进去的话，应该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用后劲来形容了吧？这也是深圳对于叔公的一个感情态度，就是现在表现出来没有那么大情绪波动，但是日后他可能4临死的时候突然叫一句叔公一来世，然后发现那个人不在，等等这种，就是流下眼泪。对，我这集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表达完了，其实又是超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剪了，头疼。但是我觉得确实要把这些想说的东西说完嘛，就包括跟小团体各位的想法，确实要碰撞才能碰撞出来。是啊，有人问你空怎么样？我在写第2期的稿了呀。再剪了。没有，哎呀他妈的，主要是每周要剪嘎普，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都想花多点时间写稿，你知道吧？因为你说如果这个东西剪出来有流量，我觉得那就剪了。怎么说？各位也知道这个东西本身真正愿意去深入了解，就讨论的人有多少呢？就看完一遍云完一遍就算了，真正认真看去的又有几个呢？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短平快是真的，就是给你一些直观的刺激。某些时候我也觉得嘎普在这个时代来说，它不够爆就是原罪。虽然我知道它中期确实因为说逼得嘎普或者双赫的一些问题，它主线有点拖，但是我喜欢它这样的一个叙事节奏。它有缺点，这点是毋庸置疑。哪个作品能做到完美？不可能的呀。是啊，就也希望各位如果对这集不太满意的话，听完我们这些想法之后会稍微有些改观，或者有兴趣自己再回顾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些不太一样的感受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想要和我上期的话，还请进跳转，多看小道题我也选加拿。